你知道未来世界的人是怎样进行视频通话的吗？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和对方建立连接，不但能保持通话，还可以共享双方的视觉、听觉、触觉等一切感官，那感觉就像是一个身体里住了2个人。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来猜偏偏。今天咱们继续来说高分科幻剧《边缘世界》的第3集。2032年，天才玩家小白为了赚钱，参与了一款最尖端的仿真游戏内测。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举动惹来了杀身之祸。小白刚从第一次追杀中活下来，紧接着就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之前登录的游戏世界，貌似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而且是来自2100年的未来世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小白通过量子隧穿，用意识穿越到了2100年的未来世界。看似前来帮助小白的小黑和胡子哥，对很多事情都讳莫如深。但在他们治好了白妈的绝症以后，小白渐渐打消了疑虑。第3集的故事，咱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小白像往常一样，把在未来世界的遭遇告诉了闺蜜小安，没想到却惹来各个大壮的暴怒。大壮还在那琢磨小白穿越的事要怎么和兄弟们解释，透露多少实情比较合适。谁成小妹妹这个大喇叭，一口气把底儿全交代了。咱们解说第1集的时候提到过，小安有个男朋友叫小贾，实际上他们已经结婚了。小安只透露给小贾还算好的，怕就怕小贾背后的那个男人知道。小贾背后的男人是谁？是黑帮老大，且看白家兄妹不顺眼的东叔。小贾不仅从小跟着东叔混，而且东叔还是他舅舅。万一这事给东叔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这里翻译有说2人是叔侄关系，但我查过小贾和东叔并不是同一个姓，所以我猜有可能是舅甥关系。小白这才明白自己埋下了怎样一颗大雷，可对方是自己的亲妹妹，大壮又能多说什么呢？好在大壮之前做了一些准备，拿着未来世界给他们的钱，买下了小白工作的3D 打印店，打印了大量武器。从胡子哥和小黑的对话中得知，胡子哥的家族是盗窃组织的寡头。胡子哥提起小黑残暴的事迹来，满脸欣赏，小黑却皱起了眉头，这是他想对所有人隐藏的黑历史。白妈的病好了，小白也遵循之前的约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如实相告。他认为找到艾丽塔的关键就在大波浪和研究所身上。大波浪的问题好解决，他是研究所的助理安全经理，出了这么大的 bug， 大波浪大概率是记了，不管是艾丽塔还是研究所都不会放过他。但是研究所嘛，就让胡子哥有些头疼了，他似乎有些害怕这个机构。那小白就纳闷了，为什么之前艾丽塔还会带自己潜入研究所大厦呢？是受了胡子哥指示，还是艾丽塔的自作主张？胡子哥对此没有解释，他们对小白一直有所隐瞒。小白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右手为什么在2032年的世界会越来越不受控制。这里我们猜测，有可能是小白之前挣脱右手的时候，极大的痛觉传到了他在2032年的肉身，以至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损伤。秋姐告诉小白，有人去了小白所在的2032年的世界找过东叔。稍微想想也知道，这肯定是敌人的后招，打算让东叔干掉小白兄妹。一听这话，小白立刻要求下线，他要回家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大壮。可大壮听完以后却觉得问题不大，直接把东叔杀了不就完了吗？小白却不赞同这个方案。没办法，大壮只能选个委婉一点的方法。他来到了酒吧，找到东叔，并给了他2个选择：一，自己会每周给东叔20万美元，只要东叔答应不找他们麻烦；二，如果东叔拒绝这个交易，他就会干掉东叔。东叔笑了，我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什么腥风血雨没见过，能被你一个黄毛小子的一句话唬住。东叔当年有多叱咤风云，咱们还得从17年前说起。2015年的东叔在镇上开了一家汽车公司，在这干了这么多年，东叔干腻了，琢磨着换条赛道试试。正巧赶上赫赫有名的疯狗帮来取车。疯狗帮是啥？他们人如其名，是人见人恨的恶霸。只见东叔拎着一个桶，赶忙走过来招呼他们，大家可以记下这个桶，一会儿要考。东叔告诉他们自己要换个生意做了。对方很诧异，那我的车以后去哪儿保养？东叔说，这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提供免费的终身售后。对方很满意，答应了这笔交易。然后东叔就招呼哥几个上了车，没想到下一秒他们就傻了眼，不仅上车后发现车子无法启动，更糟糕的是车门被动了手脚，他们全部被锁在了里面，想要开枪逃生，却发现这玻璃是防弹的，根本打不穿。在密闭的汽车里，温度直接上升到60度，他们1小时之内就会没命。好家伙，怪不得说包售后呢，直接给包到火葬场了。咱们之前说过，小贾是东叔的外甥，从小就跟着东叔混，他也见证了这残忍的一幕。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桶，现在也有了答案，原来里面装的是长钉。东叔要把这些人都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挂到路边，让来往的行人都知道小镇已经变了天。这里忍不住吐槽一句，这帮的疯狗帮也是实在，让你们试车，你们也没必要所有人全部坐进去吧。好家伙，连副驾和后排都坐满了，你但凡留1-2个人，也不至于被团灭吧。回到现在，东叔要是能把大壮的威胁放在眼里，他干脆改名叫细叔得了。大壮再给东叔讲了个自己的故事，当年海军陆战队招募战士，
给他们植入神经控制装置，让战友之间可以互联，这样就能在作战速度、强度、勇猛度上保持高度统一。这种神经装置除了带给他们疼痛和副作用外，还给他们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大壮有一次去酒吧，看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客人，他突然失去了意识，等清醒过来，发现那个客人已经被自己打得奄奄一息。原来是因为大壮有一个战友小时候被那个人欺负过，而由于植入的神经控制装置让大壮共享了战友的记忆和仇恨，所以才会靠本能的冲动把对方打了个半死。然而东叔压根就不吃这一套，我东叔在道上混的时候，你大壮还穿着开裆裤呢。就这样，七叔答应了大壮的提议，而俩人握手的一幕恰好被同样在酒吧的小警察汤米看到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大壮找东叔谈判的时候，小白再次来到了未来世界，帮胡子哥和小黑他们寻找艾丽塔的线索。小黑带小白来到了白金汉宫附近，试图勾起他的回忆。二人下车，分头寻找线索。为了同时获取对方的视野，小黑还说要和小白连线。这就是未来人类的联系方式，不仅可以共享对方的视野、听觉、触觉等所有的感受都能获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感。小白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有个警察跟在自己身后。小黑一看，这麻烦可大了，赶紧求助邱姐。在未来世界，化身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生活。比如你想从澳洲去美国，不用再坐飞机和倒时差，只要租用或制作一个化身，把你的意识挪过来就行。但是政府对化身的租用和制作有着严格限制，不仅注册是需要申请的，连化身的功能范围也有着明确的规定。所以一旦发现化身的行动轨迹和预定的算法不一样，警察就会出动。而且邱姐给小白的化身增添了一些违规功能，要是被警察逮住，可以说一查一个准。更严重的是，万一被警察知道小白是从实验庄来的，小黑就可以去局子里唱起双泪了。十万火急之下，小黑迅速想到了对策。他先和小白会合，然后忽悠警察说小白是自己远在加拿大的女朋友，两人利用化身进行约会。但这个化身其实是他用前女友的样子打造的。两人因为这件事在车上大吵一架，小白气得跳下车来，行动轨迹这才和预定的算法不一样。说完以后，小黑还当着警察的面来了个深情告白，小白也见机行事，配合小黑演完了这场戏，这才把警察糊弄过去。可是那个吻属实让小白有些心动，即使下线后还是有些脸红心跳。但他是真的动了情，还是只因为连线的副作用呢？小白找了大壮，毕竟他有和战友互联的经验。大壮说他们之间的互联都是培训以后才上岗的，新手直接连很容易陷入这种共感无法自拔，甚至会误以为自己在谈恋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贾送老婆小安到家后，还要去找一趟东叔，把包里的东西给他。小安立刻警惕起来，这里面装的不会是违禁品吧？咱们之前说过，小安为人正派，不知道为何嫁给了东叔身边的小贾。不过结婚以后，东叔知道小安不喜欢小贾干的那些勾当，所以有啥脏活都不经小贾的手。而且这包东西是从小白的3D 打印店取来的，应该不会有问题。一听这和小白有关，小安更担心了，赶紧打开了包。好家伙，里面都是钱！了解小白秘密的小安知道事有蹊跷，他拜托小贾一定要弄清楚来龙去脉。到了东叔那里，东叔直接告诉小贾，这些钱是白家兄妹给的，说完还送了小贾一沓。小贾一开始还有些欲拒还迎，看东叔再坚持就收下了。东叔也不为难小贾，只想让他去调查小白，看看他家到底发生了啥，怎么会一夜暴富被人追杀，他们一定是摊上大事了。东叔说他只有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可是东叔真的如此好心吗？实际上，早在东叔收到马仔的汇款时，就察觉到事情很棘手。东嫂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小贾去白家探听虚实，然后再做决定。后来大壮找上门来，给他交保护费，东叔就知道事情更不简单。假如东叔知道了真相，那他又会怎么抉择呢？咱们暂且不得而知。未来世界，光头女见马仔这么久还没追杀成功，忍不住过来催进度。马仔也很委屈，领导一张嘴，下属跑断腿。不过他还是查到了一些信息，比如为小白大壮提供资金支持的应该是某个盗窃组织，只是还没查到胡子哥他们家族。此外，马仔还查到艾丽塔和研究所里的小蜜关系匪浅，他们上学的时候当过室友，很可能是小蜜走漏了实验中的信息。光头女让马仔把小蜜交给自己，他只要负责杀掉小白，查到艾丽塔背后的指使后斩草除根。这边敲打完马仔，光头女转头把小蜜约了出来。她看着外面的蜜蜂，有些感慨。蜜蜂就像人类一样，每天不辞疲倦地搬着砖，却不知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随时可能会崩塌。在未来世界的历史中，蜜蜂就灭绝过2次，但每次都是从无到有，再次慢慢发展起来。光头女觉得这种意志实在是太励志了。就在小蜜以为领导在和自己友好交谈时，光头女忽然语气一转，提到了艾丽塔，她一个生物多样性部门的员工是怎么知道小蜜工作的实验装部门的信息。小蜜慌了，她想解释，但为时已晚。外面的蜜蜂开始成群结队，伺机而动。原来光头女在茶里下了药，
小蜜喝下以后，它的汗水会模仿大黄蜂释放的信息素，而大黄蜂是蜜蜂的天敌，所以小蜜现在就成了所有蜜蜂的活靶子。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光头女的茶里也加了料，但她从头到尾一口没动。同在未来世界，小黑这边也没闲着，他回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他还是个8岁的孩子，天天跟在同为孤儿的艾丽塔身边。这天，有一对夫妻响应国家号召来孤儿院领养孩子，他们一眼就看中了艾丽塔。可是艾丽塔表示，要领养她必须得买1送1，捎上小黑，否则自己不会跟他们走。夫妻2人这才打包领养。之前的艾丽塔和小黑的关系一直不明朗，看到现在就很清楚了，原来他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弟。而收养姐弟俩的夫妻也并不简单，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姓氏西。看过第1集解说的朋友们可能对西还有些印象，当初老警员就死在西的路牌附近，而演员表中恰好有一个人是西夫人。咱们猜测过，这个西或许隐藏着特殊含义，而这对夫妻恰好姓西。如今小黑时隔多年再次来到养母西夫人家，此时的西先生早已离世，西夫人居然把女仆设置成了女儿的样子，还让机器人管自己叫妈，这是什么恶趣味？从领养时夫妻俩诡异的表情来看，他们不是憋着坏主意，就是一对脾气古怪的人。虽然西家为艾丽塔和小黑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但可以想象姐弟俩这些年过得并不愉快，以至于他们成年之后鲜少回家看望父母。那时他在路上碰巧遇到了艾丽塔，西夫人问起艾丽塔的住处，艾丽塔却打起了哑谜。 Where snow last fell in London。 这或许就是找到艾丽塔的关键信息。可是小黑始终不明白这句话指的是什么意思。小白上线以后提出了一种可能，斯诺有没有可能指的不是雪，而是人名斯诺？小黑一听瞬间恍然大悟，没错，艾丽塔很崇拜约翰斯诺，他是英国19世纪的流行病学家，于1958年在伦敦去世。小黑立马找到斯诺去世的地点，果然找到了艾丽塔的家，只可惜他们来晚了一步，艾丽塔的家里一片狼藉。此时小白看到了墙上的钟表，好巧，他家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而且也坏了。小黑立刻把指针拨到了与小白家钟表相同的位置，里面赫然是给小白换眼球的手术台，只不过当时的医生现在全部倒在地上。小黑说问题不大，他们都是化身，变成这样是因为很久没有充电，只要通过这个小玩意儿，秋姐和张哥就能追踪到他们的本体。两人继续寻找着线索，很快小白就再次被颠覆认知。没等小白想明白，小黑那边也有了新发现，他找到了艾丽塔的植入物，这一定是艾丽塔遇到袭击后为了避免被追踪留下来的。前面小黑从化身的脑后掏出了一个零件，应该就是化身的核心程序，所以如果照着脑袋打，化身损坏之后小白就会下线。所以这次马仔不打头只打身上，让小白切身感受到所有痛苦。眼看小白不行了，另一边小黑解决了机器人打手，小白也趁马仔不注意成功反击制服了他。咱就是说马仔这个反派能处，死到临头他是啥话都敢往外说，所以马仔没有说完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小白拿的东西会不会就是艾丽塔口中的那份大礼，痛到六亲不认的涉嫌认证？边缘世界第3季的故事到此落下帷幕。总体来说，第3季里的爽点和爆点不少，信息量也很大，有的地方和咱们之间的猜测也对上了，比如之前埋下的蜜蜂这个点。第3季里蜜蜂多次出现，不仅通过蜜蜂杀人展现光头女的心机狠毒，还揭晓了蜜蜂的隐喻。光头女认为蜜蜂就像人类一样，辛勤劳碌且盲目无知，无比脆弱。她说在这5000年里，蜜蜂曾灭绝过2次，每次灭绝后又从无到有的壮大起来，这会不会暗示着人类的命运？来到未来世界后，小白都会有一种违和感，因为路上的行人太少了，直觉告诉他未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才导致人口锐减。第1集艾丽塔就曾告诉过小白，他活不过10年，会不会这场灭顶之灾就发生在10年后的2042年左右？人类又花了很多年才重建这个世界，但还是有很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出现了大量孤儿。艾丽塔和小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的，并且艾丽塔把自己的鞋子给了小黑，救了小黑一命。2人当年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大劫过后人口锐减，所以政府鼓励夫妻领养失去父母的孤儿，西氏夫妇便响应这个号召来领养艾丽塔。那么问题来了，未来的人类是因为什么才灭绝的？会是流行病吗？西氏夫妇领养艾丽塔的时候，第1句话就问孩子有没有打疫苗。镜头扫过孤儿院的时候，可以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在密闭的空间里操作机器，这是不是在对新的孤儿做消杀？此外，剧里还提到了一个真实人物约翰斯诺，他是流行病学的先驱，也是第一个提出霍乱预防措施的人。艾丽塔为什么会特别崇拜约翰斯诺？难道说他也遇到了和流行病有关的事？不过从下集预告来看，人类灭绝更像是因为某种极端的物理原因。难道说在2042年发生了什么大爆炸，导致有毒气体传播，毒气引发了流行传染病，这才导致人类几乎灭绝？光头女和马仔对话的那场戏，
发生在大卫的雕塑建筑上。2100年的伦敦有很多这种雕塑，而从光头女的话可知，大卫的雕塑其实就是研究所的总部，那其他雕塑可能都是研究所的分支机构。关键词划重点：空气洗涤器是不是又和有毒气体传染病对上了？从大气中捕捉碳，是不是在暗示人类灭绝是因为一场意外导致空气中的碳元素超标？不过，其实在203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物种开始灭绝了。第1集的时候，艾丽塔对小黑说，她要拯救世界，不过不是小黑所在的世界。那她的真正目的会不会是想阻止2042年的那场灭顶之灾？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平行世界的理论，即使拯救了过去的世界，艾丽塔所在的未来世界也不会发生改变。或许在所有已知的平行世界里，全都发生了灭顶之灾。艾丽塔想要创造一个没有发生灭世危机的世界，而小白就是阻止危机的关键人物。在寻找艾丽塔的住处时，小白先是根据白妈梳妆台上的画想到斯诺可能是人名，因此找到了艾丽塔的家。而后又根据白家的同款钟表以及白爸去世后钟表停住的时间打开了暗门。怎么这么凑巧？每一个关键线索都是小白破解的，并且每一个提示都和白家有关。是说小白的穿越和白爸白妈有关吗？还是说白家根本就是艾丽塔的提线木偶？或者反过来想，会不会小白是艾丽塔的祖先？或者正是小白导致了10年后的人类危机，所以小白才成为了那个天选之女？艾丽塔和小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叫他小鬼。 You're my first poet, I'm not gonna lie. It's a bit of an odd feeling. 胡子哥也称小白为吵闹鬼。 It's just a thing until our Polt arrives. 后来小黑是这么解释的 That's how we refer to people from the stub. Like a ghost. Here, but not here. Perfect accomplice, you mean? 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未来世界的盗窃组织是如何进行偷盗的。他们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只需要通过实验装技术，把过去世界的人的意识投射到他们所在世界的边缘化身上，从而进行偷盗，还骗这些人说只是在做游戏测试。这样就算偷盗失败，也很难查到胡子哥他们身上，所以叫完美的帮凶。从胡子哥口中，我们知道小黑有2副面孔，而且受害人数可能还不少。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事？会不会也和人类灭绝事件有关？同样都是被希律夫妇领养，艾丽塔随他们改姓的希，为什么小黑却姓纽斯顿？小黑还隐藏着什么样的过往？在下集预告中，小黑貌似也带上了脑机设备，难道说他也要穿越了吗？除了2100年和2032年，会不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世界？好了，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片尾可能做不到最快更新，但每出一集我都会看3遍以上，尽力深挖每一个剧情伏笔，并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希望能和大家分享追剧的快乐，也希望这部剧高开高走，不要烂尾。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了个拜。